妓女的高跟鞋掉落到马路上，却引发了一系列的惨剧。一家3口在公路上行驶，车胎突然爆了，检查后发现是被一只高跟鞋扎破。男人无奈地拔出高跟鞋，冒着大雨更换轮胎。孩子和母亲在一旁玩照镜子，母亲与孩子互动，模仿着退了一步。肇事司机想下车救人，但后座女明星拉住他。女明星为了赶拍戏，想马上离开。好在司机爱德华尚存良知，他下车查看女人的情况，而这个善意举动也成了这场噩梦的开始。女人的伤势严重，爱德华想借用女明星的手机叫救护车，发现女明星事不关己，态度冷漠。爱德华只能抄起扳手砸破车窗，将手机抢了过来。可遗憾的是，这里没信号。他们开车来到就近的小旅馆，老板见有人重伤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但旅馆内的电话无法接通。爱德华安顿好一家3口，一把将女明星从车里拽了出来，决定独自开车去医院。明星只好暂时住下。他大方地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小费，让老板安排最舒适的客房。开出几百米就遇到了狼狈的妓女巴黎。不久前，因为道路被大水挡住，他只能原路返回，折返时却意外将车子撞坏。爱德华带上了他，即使知道妓女的遭遇，一心救人的爱德华还是决定试一试。爱德华的车果然陷入了泥水坑。就在他一筹莫展时，远处一辆车驶来，车上是一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妻。两人本不想多管闲事，在爱德华的强硬态度下，就这样他们带上了爱德华和巴黎，一行4人又回到旅馆。今晚所有人都注定无法离开。简单的安排后，每个人都住进了自己的房间。这时一辆警车开了进来，新婚的女孩却莫名感到一丝凉意。车上下来的警察很奇怪，出示证件时故意遮挡照片，然后迅速收起。爱德华走出屋外，想用警察车上的无线电呼叫救援，依旧没有信号。再耽误女人可能随时丧命，爱德华只能用针线做简单缝合。结束后发现有些不对劲，从车祸到现在，小男孩似乎对母亲并不关心，甚至没说一句话。而小男孩此刻正出神地看着窗外，那个警察还押送着一名囚犯。老板安排他们到10号房，警察把囚犯锁在马桶水管上，但没有人注意到警察的外套下是一件破了洞还带着血的衣服。至此，旅馆内各怀鬼胎的11个人即将迎来一场离奇连环凶杀案。巴黎时不时就确认包里的现金。旅馆老板偷偷摸摸藏起照片，新婚的小情侣分床睡。女明星抱怨旅馆环境差，她拿上响铃的手机，扯掉浴室帘子当雨衣，跑出屋外寻找微弱的信号，试图接通电话让私人助理带她离开。走到旅馆边缘时，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一响，转头女明星就领了盒饭。爱德华被尖叫声惊醒，出门查看。爱德华曾是一名警察，本能驱使他查找案发痕迹。他看到了地上的浴帘挂钩，就在他继续往高处查看时，却听到洗衣房传来沉闷的轰隆声。他来到洗衣房，按顺序打开洗衣机，打开最后一台洗衣机，声音停止，女明星的人头赫然出现在里面。旅馆老板和警察也赶来洗衣房，警察着手调查。爱德华发现不对劲，警察直接下手，不怕污染证物。他递过干净纸巾，发现里面还有10号房的钥匙，而警察和囚犯的房间正好是10号。他们急忙来到10号房，发现囚犯早已挣脱破窗而逃。旅馆内发生命案，众人乱作一团，一个女星莫名其妙身首异处，最有嫌疑的囚犯却不知所踪。所有人都想离开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爱德华和警察决定将大家聚集在最大的3号房。两人出去寻找囚犯下落。巴黎安慰新婚的女孩，但她只要离开，男友追进了房间。所有人都自顾不暇，没有人发现老板不在现场。他偷走了女明星装满财物的包。男友极力反对女孩的行为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原来女孩只是以为男友背叛，想用这种方式把他绑在身边。女孩躲进卫生间，男友顿时抓狂拉着房门。女孩让他冷静下来再说，男友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。女孩贴近想一探究竟。很快外面没了动静，女孩刚将门打开，镜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举着镰刀的身影。女孩急忙关门，在拉锯中她插上门锁，从窗户逃了出去。听到呼救的众人赶过来，警察和爱德华冲进房间，发现男友已经被人杀害。此时最大嫌疑人已逃出旅馆，他跑向远处光亮的地方，破开废弃屋子的窗户。他拉开屋内窗帘朝外一看，却惊出冷汗，自己竟又回到了旅馆。一回头，警察已在身后，爱德华也循声赶来，两人将囚犯绑在椅子上。爱德华故意安排老板留下看守，待所有人走后，老板急着要给冰箱门上锁。囚犯察觉到异常， Shut up. Come on, you can tell me. I'm good at keeping secrets. 出车祸的女人终于醒了，可儿子表情却很奇怪。巴黎不放心，跑回房间，他装好现金，准备偷偷离开，转身撞到爱德华，两人互相质问。巴黎只是想拿自己东西，爱德华则是准备记录犯罪现场。巴黎气愤地说：“
wrong, but you're not on the job anymore. You don't need to be a hero, Edward. There's a real live active duty cop outside. 而爱德华也将自己对警察的怀疑告诉了他。他们来到8号房给受害者做现场记录。爱德华在拍照中发现，死者手中也有一个钥匙牌，是9号房的钥匙牌。这似乎是死亡倒计时。爱德华叫来警察，确认女明星身上是10号钥匙牌。不经意间，看到看守囚犯的老板跑了出来，他顿感不妙，回杂货间查看。那个囚犯已经被杀害，一根棒球棍插进了囚犯的喉咙。警察在地上发现8号钥匙牌，全旅馆只有老板有备用钥匙。老板为自证，慌忙拿出备用钥匙，铁盒意外滑落，女明星的钱包掉了出来。更坐实了他是凶手。见情况不妙，老板拿刀挟持了旁边的巴黎，巴黎为脱身向后冲撞，两人正好倒在了冰箱旁边。巴黎辅助着冰箱门起身，冰箱门被意外拉开，竟有一具冰冻的尸体倒了下来。慌乱中，老板跑了出去，他好不容易启动车辆，想直接冲出旅馆，却不想孩子跑到了路中央。父亲为救孩子冲了上去，自己被车狠狠撞在铁皮箱上，当场身亡。被绑在椅子上的老板也全盘交代，实际上他是个输光家产的赌徒。来旅馆时发现袁老板已经死了，刚想走，却正好有人入住，轻松赚到一笔钱。没成想人越来越多，这才把袁老板藏进了冰箱。爱德华动摇了自己的想法。就在警察和爱德华争论时，你还告诉他们他刚进旅馆，发现门口的杂志乱葬中。100年前，印第安人被政府迁到了这一带，这些人因缺水而死。他想今天的暴雨就是一场报复。所有人冷静下来，打算天亮再说。大家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女孩又提到一部电影，10个有共同点的陌生人上了一座岛，就像他们现在这样。巴黎也诉说着自己的愿望，他想买下一块橘子地，重新开始人生。爱德华也明白了那笔钱对巴黎的重要性。交谈期间，小男孩悄悄走进了母亲房间，他进屋发现女人已全身冰冷。爱德华很愧疚，怪自己害死了她。小男孩也终于露出了悲伤的表情。警察在床下又发现标有6号的钥匙牌，可女人是死于意外，却也有倒计时的钥匙牌，这令爱德华感到困惑。众人到屋外移开车子，警察立马在死者口袋里翻找，拿出了7号钥匙牌，这也加重了爱德华对警察的怀疑。钥匙牌洗清了老板的嫌疑，2名女性和孩子排除在外，剩下的警察成了最危险的人。为不让更多人受伤，爱德华让巴黎开车带女孩和孩子离开。警察见状跑过去阻拦他们离开，女孩和孩子先进了车。就在爱德华与警察争执时，远处的车子却突然爆炸了。可警察和老板把火扑灭后，车上不仅没有尸体，连骨灰都没有。警察怒斥爱德华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而回到旅馆外，撞死了男人的地方，尸体和血迹也全消失了。众人回到囚犯死亡的杂物间，发现囚犯消失了，现场只剩下一根干净的棒球棍。被爱德华撞伤的女人，新婚女孩屋里的男友，洗衣机里女明星的断头，无一例外，全都凭空消失。这种诡异的现象让巴黎彻底崩溃。What do you want, you sick bastard?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 from us? I'm turning 30 next week, and I just want to go home. 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生日都在5月10号。老板找来所有人的入住信息，身份 ID 显示，所有人的生日竟都是同一天。一道闪电切断了供电线路，众人出去查看。爱德华看着手里的身份 ID， 突然爱德华被拉到另一个空间，对面坐着一群心理医生。原来旅馆里的一切都只是他的精神世界。医生拿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就是爱德华的本体。一本日记上记录下了所有人格的痕迹。他原名叫麦肯，母亲是汽车旅馆的妓女。父亲走后，继父常殴打小麦肯，长期的身心虐待让他分裂出多重人格，而爱德华也只是11种人格中的一个。4年前，麦肯体内的一个人格连续杀害6名无辜者。医生希望用药物消灭所有邪恶人格，只留下善良人格就可免于死刑。爱德华的出现也成了这场审判的关键。医生强迫爱德华这个人格完成使命，就这样他又回到了那个医生用药物禁锢的精神世界。巴黎趁机准备开车逃离，但警车的线路被切断，同时他发现警察竟也是被押送的犯人罗德。1天前，2人被警车押送，路上他用尖刺刺穿了警察的座椅，就这样换上了警服。巴黎在后备箱发现真警察的尸体，他想告诉旅馆老板真相，却被罗德抓到。老板及时出现砸晕罗德。不幸的是，犯人苏醒，用枪反杀了老板。巴黎在逃亡中撞到了爱德华，他让巴黎等着。巴黎告诉了他警察的事，这一切该结束了。犯人要爱德华交出卡车钥匙，爱德华却已准备同归于尽，最终消灭了本体的邪恶人格。爱德华完成了使命，他留下了最善良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格巴黎。Tell me what you saw. I saw you. I saw you in an orange grove. Where did you go? What did you see? 雨过天晴，巴黎驾车离开了旅馆。法官这边见证了10个人格被摧毁，也被医生说服麦肯的身体犯了命案，但心理上却没有构成犯罪。他最终被判缓刑，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
巴黎抵达了橘子园，他将展开梦寐以求的新生活。然而就在一个午后，他给橘子树松土时，发现了最后一个钥匙牌。巴黎猛然回头，他看清了真正的凶手，那个从未说过一句话的孩子。原来一切都是他做的。Whores don't get a second chance. 巴黎也注定消亡。至此，全片结束。童年虐待不会消散，只会在成年后变异重生。该片灵感取自1977年的真实案件。案发被抓后，经过医生的治疗，发现该男子身体里竟然有足足24个人格。电影将11个人格具象化，医生用药物制造了一场暴雨，将所有人格聚集在一起，迫使爱德华完成使命。而人格分裂是一种特异的情感，每当主人格出现恐惧和焦虑的时候，他的次人格就会被唤醒。医生本想以这种治疗方式获得声誉，却殊不知以暴制暴，只会喂养出更大的暴力。